乌克兰要解散国际军团。前段时间，这个新闻在社媒上快传疯了，很多外国志愿者以及关注战局的人都在问，这到底是真的假的？难道这帮从全世界跑来的志愿者要这样打包回家了？现在火力军可以明确打假，这是谣言。乌克兰国防部专门发布声明，直接否认了这个说法。官方的原话是，军团没解散，只是在重组。翻译一下就是，原来那些独立作战的轻步兵外籍营要被整编进乌克兰的正规旅里，成为正规军的一部分，从而获得装甲、火力和后勤支持。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一改革究竟是乌军在甩包袱，还是另有隐情？我们先搞明白一个概念，到底什么是国际军团？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作战单位。乌克兰国防部自己说得明白，这更像是一个统称，指的是在乌军各个分支里服役的外国志愿者网络。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之后，乌克兰紧急成立了国际军团体系，用来快速接收、审核和部署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。最早的主力形式是隶属于乌克兰陆军和领土防御部队的外籍步兵营。当时是战争初期，节奏很快，前线缺人，轻步兵能最快投入战场。这次重组的重点就是这些步兵营，而那些在情报总局和特种作战部队里干精细活的外籍特战队员，人家压根儿没受影响，该怎么干还怎么干。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的报道，乌军地面部队解释得很明确，整合的逻辑是让外籍志愿者进入成熟旅级结构，而不是单独行动。同一天，乌克兰国家新闻社也转述了国防部的表态，独立轻步兵营将并入机械化旅或突击旅，共享装甲车辆，共享炮兵支援，共享后勤体系，统一指挥链。此前有报道称，乌克兰第47独立机械化旅宣布成立了一个新的侦察突击组，主要成员来自哥伦比亚，还有来自秘鲁、巴西、津巴维、意大利和墨西哥的志愿者。而根据乌克兰真理报的报道，部分整合路径已经清晰，原第1国际军团并入第475突击团，原第2国际军团并入第253突击团，原第4国际军团则被改建为第157国际训练中心，从作战单位转型为培训基地。乌军地面部队对外解释，这不是削弱，而是强化。他们的原话是，整合是为了提升战场协调和生存能力。与此同时，外籍人员的法律身份没有变化，合同继续生效，待遇标准不变，专业岗位依旧保留，比如狙击手、无人机操作员、战地医护，不会被随意改成普通步兵。而且志愿者仍然可以申请转入情报单位或特种作战部队。换句话说，消失的是独立外籍营的编制标签，留下的是外籍士兵本身。那问题来了，既然不是解散，为什么偏偏现在要重组呢？首先，最直接的原因是战场保护问题。战争打了4年，战争形态变了。2022年是紧急防御，拼的是速度，谁能最快上前线谁就上。到了现在，战场完全进入高强度消耗阶段，无人机铺天盖地，电子战常态化。在这种环境下，独立轻步兵营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。说白了，以前这些外籍兵作战靠什么？就是2条腿加1把枪，缺装甲，缺重炮，缺后勤。面对俄军的炮火和无人机，暴露风险极高，生存率堪忧。把他们整编进拥有坦克、装甲车和炮兵的正规旅，不是让他们去送更危险的人头，恰恰相反，是让他们在执行同样任务时，背后能有重火力撑腰，能坐上装甲车，后勤补给也更稳当。乌克兰地面部队的话说得很直接，整合就是为了提高协调能力，提高生存率。还有一个不太上台面但确实存在的内因，管理和账目问题。在管理上，2023年之后，外籍兵员的结构就变了，来自欧美国家的理想主义志愿者大幅减少，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来自拉美为了经济动机参战的战士。这帮人作战凶猛，但管理难度也确实大。之前就有报道，一批格鲁吉亚雇佣兵抵达前线时载歌载舞，彼时第47旅指挥部还称赞他们斗志昂扬，结果遭遇俄军无人机，经历惨重伤亡后，这些人直接拒绝执行任务，甚至干脆逃离了部队。第47旅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补充，还损失了预付薪酬。所以与其让他们保持独立编制自行其事，不如直接打散，嵌入到乌军的骨干旅里，由经验丰富的乌军指挥体系带着打，这样既能发挥他们的战斗力，又能避免出现纪律失控的苗头。在账目上，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的报道，乌军地面部队在内部调查时发现，之前的独立外籍营在记账和管理流程上存在一些违规操作，需要整顿和规范。这话翻译一下，有些外籍营的管理太野路子，账目不清，人员统计混乱，甚至有人借机捞油水。陆军还补了一刀，有些公开跳出来反对重组的，可能只是某些官员不想丢饭碗，所以把外籍部队纳入正规军的统一指挥链，既方便统一管理，也能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。
这一系列重组其实也说明乌军是真拿这些外籍兵当自己人看了。然后我们把目光投向战场另一端，对比就很有意思了。先说待遇和身份定位，乌克兰这边说得很明白，保卫乌克兰的外国公民享有和乌克兰军人完全一样的权利、社会保障和支持水平。他们签的都是正规合同，合同条款与乌克兰人几乎一致，待遇标准一样，连社会福利和伤亡保险都有。战死了，家属能拿到35万美元的赔偿金；被俘了，享受战俘待遇，有机会通过换俘回家。2022年就有10名外国雇佣兵通过换俘死里逃生。而且有个细节，外国人服役满6个月后，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，这在军事组织里其实挺少见的，等于给了志愿者一条退路。俄罗斯那边的外国雇佣兵呢，完全是另一套逻辑。根据每日电讯社的报道，到2025年底，俄罗斯从128个国家招募了大约1.8万名外籍人员，估计其中已经有3300人被打死。而在俄军体系里，这些外籍人员通常被归为雇佣兵，法律地位很尴尬。日内瓦公约明确规定，雇佣兵不被承认为合法战斗人员，被俘后甚至不享有战俘地位。至于招募手段什么样，报道里用了人口贩卖网络这个词。在非洲，招募者利用现有的劳务移民渠道，有时甚至和旅游机构合作，把人骗过来。招募时的承诺挺诱人，月薪2300美元，还有机会拿俄罗斯国籍。但现实呢，很多人到了才发现，签的是看不懂的俄语文件，护照直接被没收。有人知道自己来是打仗的，但有人真以为是来干活的。最关键的是，很多合同兵到期后会因为文件办理缓慢被滞留，甚至有人被劝说加入当地国际卫国，遭遇人为留置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合同到期想走，走不了，被强行扣下来了。再说战场上的位置，乌克兰外籍兵整编进正规旅，给装甲车、炮兵支援、后勤保障，为的是让他们在执行任务时背后有人撑腰。同时，所有外籍兵也要接受51天的军事训练，要的就是他们能活着完成任务。根据乌克兰真理报的报道，外籍兵在乌克兰还能调单位，想去情报总局、特种部队还是国民警卫队有选择权。反观俄罗斯的操作，俄罗斯的外籍兵大部分是从经济困难国家来的，被当成廉价战力往前线塞。那些被招募的非洲人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会被派去打仗，俄军也不会花太多心思训练他们，人到了训个5到10天就被送到战场上填线，要的是任务，谁管他们活不活？所以同样是外国人参战，两边完全是两个画风。到底谁拿外籍兵当人看？答案显而易见。那么这次重组之后，这些外籍兵的战斗力会提升吗？乌军这么折腾，后续会发生什么改变？先说结论，这次重组对乌军来说是一次实打实的战力升级。乌军地面部队指挥部表示，整合之后，外籍部队获得了新的职业发展机会，作战韧性显著提高。什么叫作战韧性？翻译一下，就是这帮人不是一次性耗材，而是能持续作战、不断成长的战斗力。以前那些外籍独立营打完一场硬仗，伤亡一批，补充一批，战斗力像过山车。现在进入正规旅之后，情况完全变了。根据乌克兰真理报的报道，外籍人员现在有机会接受再培训，可以转型当无人机操作员、炮兵、侦察兵，或者根据自己的专业干后勤。而且外籍人员仍然有权选择单位，如果觉得这个旅不适合，可以申请转到情报总局、特种部队或者国民警卫队。这种灵活性说明乌军不是在收编外籍兵，而是在给他们搭梯子。想去一线打仗的有突击旅，想干技术活的有无人机连，想玩高端的有情报总局，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。这意味着一个外籍兵可以在乌军体系里不断升级，而不是永远在第一线当炮灰。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部队，这种战斗力的提升都是长期性的。乌军地面部队还透露了一个细节，大多数外国人不仅留下来了，而且开始主动从国外招募新同事，直接招到自己所在的新单位。这信号就很明显了。如果这次整合真是解散，真的如某些舆论所言，几乎没什么好处，还要被当炮灰，这帮人会主动帮部队拉人头？不可能的事儿。他们愿意这么干，说明在新体系里看到了发展空间，而不是死路。再说作战方式的变化，以前外籍独立营的作战逻辑说白了就是把人送上去，现在嵌入正规旅之后，他们能调动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了。乌军地面部队的原话是，外籍部队获得了无人机、炮兵和空中侦察的加强支持。这不是客套话，是实打实的战术升级。举个例子，以前一个外籍连队接了个突击任务，自己能掌握的信息可能就在前面几百米，现在背靠正规旅，头顶有无人机盯着，后面有炮兵撑着，俄军一露头就能被点名。同样是冲锋，一个是睁眼瞎，一个是开全图，生存率和任务成功率完全是两个概念。这才是真正的升级，从单兵作战的勇猛变成了体系作战的强悍。
最关键的是，这次重组之后，乌军的外籍兵体系可以形成一个双轨制，一头是嵌入正规旅的突击力量，负责正面战场的硬仗；另一头是情报总局和特种部队的精锐分队，负责敌后渗透和侦察任务。前者提供持续战力，后者提供高价值情报，两条腿走路，比之前单靠轻步兵营硬冲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。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声明，整合是为了消除乌克兰和外籍战斗人员之间的结构性障碍，把他们整合成一支更具凝聚力的军事力量。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：以前外籍兵是客军，现在是自己人。这种身份认同的转变带来的凝聚力提升，是任何装备都换不来的。所以这次调整压根儿不是散伙，本质上是向标准化军队迈进。外籍力量不再是一个临时补丁，而是嵌入正规体系。这表明乌军从应急战争结构走向长期制度化战争结构。对俄军来说，这支队伍变得更难对付了；对志愿者来说，生存率和专业化程度都往上走了一截。而且战争打到第4年，还有人愿意留下来，还有人愿意往这儿跑，本身就说明了很多。只能说，如果这场仗还要继续打下去，俄罗斯要小心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重组之后，乌克兰的战力会有多大的提升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最后，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